看到揽胜大桥，看到南势溪，就知道我们来到了新北市的乌来。乌来不但以温泉闻名，同时呢，它也是新北市的后花园，甚至还有台湾亚马逊的美称哦。你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好好探索这个地方了吗？走吧。走，等一下，摄影师，你没有好好的在听我讲话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乌来是台湾的亚马逊，新北的后花园。你一来就往老街方向走，只想要去吃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不是，其实乌来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，我们要先去好好的把这些文化美景呢都纳入我们的知识库里面，再来填饱肚皮。走这里，往这个方向出发。人出来啊，就是要靠朋友。对，有朋友哎，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并桌吗？野溪温泉其实它有一种露天的开怀。对啊，你看晚上好天气还可以看到星星呢。真的，我觉得秀菊姐的菜园里面啊，所有的昆虫都好快乐。你看，到处都是被虫咬的痕迹。卤汁好棒哦，它带一点点甜甜的香气，然后里面的蛋黄真的是非常的完美。你们小时候应该会在这里面玩水之类的吧？把这边当游泳池啊，因为刚好那个宽度也足够你一个人在里面这样子往前进。你们自由式不能蛙式。对，蛙式会打到。对啊。身为一位探险家，身上随时带着圆锹，还有水桶，也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吗？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哎，爱珠姐，虽然说我们来乌来啊要探索秘境，可是也没有原始到说要挖土堆、砍荆棘这样的程度，为什么要带水桶跟圆锹啊？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泡汤。泡汤更不需要带这2样东西啦，只要带比基尼跟浴巾啊，还有浴帽这些就好了。因为乌来有那么多的温泉、汤屋、旅店，完全都可以很轻松的去享受啊。为什么要带这个？你今天的任务不是要来探险吗？对啊，我就让你用探险的方式来泡汤，非常的这个快乐，然后又自己接近大自然的这样子的体验哦。哦，所以我们是要去大自然里面泡汤。对啊，对。是现在我们背后的这一区露天区吗？哦，这个早期啊，我们这边的泰雅族人，我们是走我们的这个温泉泡汤的秘境走下来。那我们呢也就很有规矩的，男生就泡男生的池，女生就泡女生的池。这是过去我们泰雅的族人在这边第一次来泡汤的那个景象。而后呢，因为这个观光的资源，慢慢的介绍乌来这边是有不错的这个温泉可以泡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观光旅游局接手了，就在我身后这边呢，就筑了好多的一个汤池，提供给不是我们乌来居民的朋友来这边泡汤的一个地方，是这样子。可是啊，这个露天泡汤区，虽然爱珠姐你说这个是自然泡汤的方式，但它一池一池也都已经规划好了，还是不需要用到圆锹跟水桶啊。哦，这个就是呢，我待会会带你到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溪边里面，如何去挖着这个泡汤池，然后用你自己的力量，然后把它完成。这是非常有这个成就感的哦。我们要探险到这个程度，就是要自己去开凿温泉就对了。对，这是有 DIY 的乐趣在里面。对，没错。乌来在泰雅族语里面就是热水的意思，可见温泉生态和当地发展关系之深。许多仕途老马到乌来泡温泉都会自备给溪，选择野溪温泉和室内泡汤相比，乐趣大不同。我知道泡野溪温泉啊，是不是就是看到有冒烟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全脉出来的地方？答对了，好，在我们的温泉的全脉就是这样子来看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 DIY 的话，你就要看它的地势哦。因为当然要热腾腾的水加上冷泉嘛，不然呢都是热水，你会怎么样？变成烧酒鸡。对，所以待会我们的动作就是先挖一个它这个温泉的泉水的这个引水道。那当然顺道来跟各位这个观众来介绍，我们乌来的温泉的泉质是属于碳酸氢钠泉，就是美人汤，对不
不对？对，因为它是中性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乌来的温泉泉质跟全国的泉质最大的不一样是，我们乌来的泉质呢有一个叫做蛋白酶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哦。哇，听说它有酵素的成分，它这个有酵素的成分的话，就可以在泡的当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角质层啊，就直接这样子脱落。那对皮肤，当然你泡完之后就会感觉是滑溜溜的。很嫩的，天然的去角质就对了。那现在啊，我们就是已经找到了温泉的这个泉脉，然后也知道要引冷泉来综合了，就要开挖了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。乌来的弱碱性碳酸泉，泉脉温度高达80到86度，得努力挖出引道和水库，结合温泉和南势溪水，才能不被烫伤，尽情享受野溪泡汤了。啊，加油！哇，你有没有吃饭啊？你有没有吃饭？来，我告诉你哦，要这样子挖。交换好了，我翻大的石头。对，开疆辟土这档大事，不使出吃奶的力气，还真是不行。自己的温泉自己挖，虽然挺有乐趣的，不过我们的进度好像有点缓慢呢。哎，朱姐，嘿。就算我们知道这个方法，我觉得也是要挖到天荒地老呢。我看我们其实啊，你知道，人出外啊，就是要靠朋友。对，今天有朋友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并桌吗？我去跟他们讲一下哈。对呀。我相信我们这边的人是很有人情味的，我们随便可以跟他沟通，他都随便 OK。真的，乌来的人情不是盖的。泡汤同好大方的直接把整块空间让给我们，旅行在外多交朋友，就可以有福同享，有汤同泡喽。哎，朱姐，我讲一句实在话，说这一窟我们大概要挖3天了。那你要准备3天2夜的行程给我。其实就在这边扎营。对。其实啊，在这里我觉得让大家感受到就是野溪温泉，其实它有一种露天的开怀。对啊，你看晚上好天气还可以看到星星呢。真的。然后其实一进来就有艾茹姐刚刚讲的那个滑滑的、对，溜溜的感觉，真的是水质很好。对呀，对。好舒服哦。那你就尽量的泡啊。对呀，整个人这样泡进去就觉得超舒服的。对，全身进去，你就浸泡在化妆水里面。不管是在观光局规划好的露天浴池区，还是在天然河谷区，户外温泉最大的好处不是省钱，而是可以一边泡汤，一边享受开阔的视野、清新的空气。这样的天然得来不易，更值得我们感受和珍惜。茂密的树林，累累的果实。这个地方跟印象当中的乌来观光老街似乎不太一样，很值得好好探索一下。啊，忙碌的身影，嗨，欢迎你们来。秀菊姐，你是这边的主人对不对？对。这一片算是生态农园吗？都有。最主要是除了这个生态，我们也种有机的菜。有种菜，然后因为一般我们讲生态农园或是菜园啊，都是长得比较整齐的。你这边有一种乱长的感觉，对，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种？不是这样，因为早期我们有什么就种什么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草。因为我们没有撒药这样。那既然你说这边是有机，然后它又是自然的生长，所以这里的东西都是可以直接摘采来吃的吗？对，所以看我们后面这2颗，它叫马告哈。那这个马告呢，它有分公跟母的哈，公跟母的，公的它的含苞非常的密，它的花很密的。那母的呢，它的花是比较散散的。那么平常它这是1年采收1次。那么，假如说，你突然就要用马告，没有马告的话，我们也会采它的叶子来去取代，因为马告叶子它有马告的味道，当然不会像果实那么的香，但是多少还有它马告的那个味道。但是不管公跟母都可以拿来当做食物里面的调味料吗？所以只是开花的时候的差异，可是在使用的实用度上面，男女是平等的，对不对？公母马告除了含苞密集度的差异之外，大小也差很多。
之前 Wendy 只知道马告又被称为山胡椒，是原住民饮食中重要的调味料。现在对马告的认识又多添了一条笔记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树丛，你不要看它不起眼哦，它在原住民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植物，叫做苎麻。我知道，就是拿来织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秀菊姐，你们这边不撒农药啊？那个叶子都已经被虫蛀到这样子了，还能拿来织布吗？对哈，不过我们不用这个叶子，我们是用它的茎哈。哦，是用苎麻的茎哦。对，越深的咖啡色就是它熟度就够了。所以茎也有分熟的不熟的茎。那像这个它颜色很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是怎么去用它？我们会砍掉，从底部那边砍，砍好了以后，我们就把它的叶子去掉，去掉了以后，我们就去采竹子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苎麻的茎有没有夹在那竹子中间，就来回搓到什么地步呢？搓到会这样子，哇塞！它韧性很强，就牙线好聪明哦！谁没事会去把植物的茎这样子咻撕一撕，然后又去拿竹子磨一磨，才发现这其中的奥秘。我们顶多就是看看叶子能不能吃啦，叶子能不能拿来做什么事啦。但是呢，可以发现这个苎麻的茎这么有韧性，真的是表示对生活的观察超级入微的。但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叶子尽量让虫吃没关系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只要拿茎就好了。对。秀菊姐的农场看起来杂乱无章，其实藏了好多吃的用的植物法宝。农场里面提供的特制风味餐，蔬菜也多半现场采收、现场烹煮。享受美食之前，我也要付出劳力，跟秀菊姐一起去采收食材。那我们今天可以采收什么了？哪一个菜？猪葱好了。对，这个叫猪葱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拔呢？我来告诉你啊，这样我们要从根部那边，然后拔起来，轻轻的把它，然后抖一抖它，把那个土抖到它原来的地方。哎，好可爱哦！这个叫猪葱。你看猪葱，这个算它的茎部还是根茎部？茎部。猪葱的茎部超可爱的，直接可以吃了吗？你要吃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因为反正没有撒农药啊。这个你看，辣辣的吗？还好，好脆哦。哎，不会哈，不会辣。脆脆的，好好吃，好香哦！哇，自己种的最放心，而且从菜园到餐厅只要短短30秒的路程，食物里程缩短了，新鲜度保证也没话说。在原住民部落里面，我们很常吃到的是竹筒饭，但是在秀菊姐这边，我们要吃的是香蕉饭。秀菊姐，这个也是原住民传统的食物吗？是的。那是什么时候吃啊？节庆还是一般日常生活呢？不一定，有时候就说，当我们想吃的时候，看到香蕉叶有香蕉，我们就随便了。哦，对，可以摘了就香蕉饭可以做了这样子。那一般这个是我们拿来做甜点哈，也可以当主食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日常生活中，反正香蕉熟了，你就可以吃了。那它是糯米加小米吗？介绍一下哈，我们这个是白色是圆糯米，那黄色是小米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香蕉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香蕉加进去。好，那我来剥。把香蕉加进糯米、小米之中，充分的揉捏混合。光是这个过程本身就很享受，因为浓郁的香气四处飘散，真是又好玩又好香。相信送进蒸笼出炉之后，香蕉饭一定会变得更诱人。这一整桌的风味餐可以说是食物里程最短的美食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食材都是直接在旁边的生态农园采收的，所以新鲜绝对没话说。不过我们当然要先来品尝我自己动手制作的香蕉饭，从来没有吃过，也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听过的香蕉饭。好香哦！剥开的时候，觉得整个香气嘣这样子迎面而来，扑鼻而上。好好吃！我自己回家也要试做，真的好香哦！小米跟糯米的比例拿捏的刚好，再
个小米进去，那个香气变得好多层次，好美味。然后里面的香蕉口感呢，其实比我想的要淡一点点。我原本以为它会很甜很腻，但没想到它的香蕉口感跟那个香味呢，其实都是淡淡的，淡淡的甜最好吃，而且也吃不腻。这个超级推荐，一定要吃。不止 Windy 推荐，全体 GoGo 台湾工作人员都一致好评通过。清香有余，口感充足，这道主食太有特色了。除此之外，配色优美的6色拼盘里面也有好多创意之作，例如高丽菜卷包的不是肉类，而是龙葵和山茼蒿。第一，它真的太脆了，而且它的脆是从外脆到里。因为外面的高丽菜本身就非常脆，而且相当清甜。然后里面呢，龙葵跟那个山茼蒿也很脆。然后其实呢，这里面呢，他们也有塞了一些马告，所以会有那个淡淡的马告香气跑出来。还有就是那个樱花放在上面也有花香，好多好丰富的口感在里面哦。然后这一道山酥包地瓜也是从来没吃过的料理。烤地瓜你吃过，炒山酥你也吃过，可是包在一起吃是什么感觉？非常的神奇，对不对？怎么那么搭？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想出来要把山酥跟地瓜搭在一起？哦，我觉得这个在地食材真的太优了，他们的地瓜好软、好绵、好密、好甜，然后山酥因为脆脆的，又有那种比较植物香草的味道，所以包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先吃到清香的感觉，地瓜的甜味再从后面跑出来，真的是很多创意在里面，可是你又觉得每一个都恰到好处的感觉耶。除了创意，农场特色餐好吃的秘诀就是新鲜、新鲜再新鲜。随着季节作物的不同，菜色也会有所变换。不过健康无毒绝对是最好的美味基底。